荒的我要来点酒了。它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真的太 creamy， 你看那个质地，我有点喝醉了，无法优雅半秒的我。Hello， 大家好，我是 Casper。今天我们要来试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叫做 June， 然后也可以叫它 June on Canby。这家餐厅在2025年4月才开幕的哦，所以这是一家很新的餐厅，我们一起进看看吧。Let's go！ 我想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会来这家餐厅。其实它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当时我想要订的餐厅是一家叫做 Publish on Main， 它是温哥华的一家1星级的米其林餐厅。可是我记不得它叫什么名字了，然后我就在搜寻的时候，它就跳出这一家叫做 June on Canby， 我就一直以为是这一家，然后我就上网去搜，发现它的评价都非常好，然后我就想订这一家，结果没想到其实我要订的那家原本的餐厅叫做 Publish on Main， 可是很巧的这家餐厅的主厨就是从 Publish on Main 过来的，无巧不成书啊。这个餐厅的装潢真的非常的漂亮，因为他们这家餐厅非常难定位，就像抢那个 Blackpink 的演唱会的票一样，非常难抢。它通常都是2个礼拜前会放出当天的位置，然后一出来你就要立刻点。但是他们其实是从晚上5点一直营业到凌晨，然后它的那种吧台的啦，那种法式小酒馆那种小食 appetizer 那些都会一直到很晚，可是 dinner 的 menu 就是很短的时间，只有5点到9点半而已，所以它这个时间的那个 dinner 的那个 reservation 非常难抢。他刚说没找到，吓了我一大跳，后来还好还是找到，所以我们现在就坐进来啦。然后呢，它的那个 menu 也很可爱，它就长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drink， 然后因为它是那个 The Keeper 这个集团的 The Keeper 是一家非常有名的 bar 在 Chinatown， 然后他们的调酒是以就是会融合中式药草进他们的调酒闻名的，所以他们的调酒非常有名。今天一定也会来点来喝喝看。刚刚那个和蔼可亲的姐姐来介绍了一下今天的餐点，然后她也给了我们一些时间让我们看我们要选什么酒。今天破天荒的我要来点酒了，因为他们就是以 cocktail 非常有名，而且这一家它的调酒是有结合了日式的元素以及就是欧式小酒馆的那些传统的调酒方式，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最后我们决定了喝2个，第一个是那个 Fertitta Colada， 因为我的最爱就是 Pina Colada， 我感觉这个应该跟那个蛮像的，所以我们会点一个这个，然后再来就是点一个叫 Blue Fizz， 因为它里面有 Calpico， 它有加可尔必斯然后还有 Add Soda，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们今天会点这2个来试试看。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menu 咯。其实我已经上网看过，我想要大概吃什么了。他们这边有几个开胃菜都很有名，有蛙腿，然后有 Paris Tartar， 就跟一般的牛肉的那个 tartar 不一样。等它上来我再介绍。然后我还会再点一个蟹肉沙拉的蛋糕，是不是听起来也很特别？主菜我会点一个 pasta for Rachel， 是因为主厨的太太叫 Rachel。然后我们还会再点另外一个主菜，这就是我们以上今天会点的餐点。当然甜点我也不会错过啦。所以这饮料上来的时候，我要来介绍一下。你看这个饮料，我这是点那个 Blue Fizz， 它超漂亮的，而且你看它的吸管有多可爱，它的吸管是竹子然后它这个颜色也非常的漂亮。然后它这就是里面有 Calpico 那一个，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 Fertitta Colada， 有点类似像 Pina Colada 的饮料，它看起来好像抹茶绿绿的。我们来喝喝看它的味道怎么样，好喝。连我不爱喝酒的人都觉得它超好喝的，酒味不会很重，而且还有 Calpico 的味道。那我来喝喝看这一个 Fertitta Colada， 我觉得他们这家 cocktail 真的调得很好蛮好喝的，然后喝起来有点酸梅汤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的前菜也上啦，今天我点了2个前菜，一个是那个 crab dip， 就是这中间是螃蟹沙拉，然后外面是那个马德莲蛋糕，所以它吃起来会有咸甜的感觉。然后这个呢就是 Paris Tartar， 很特别，我没有在别的地方看过。它这个是半生熟的鸟蛋，然后里面是沙拉，然后你可以就是把它搅拌了以后抹在这一个脆脆的面包上面吃。然后呢，它其实就是有点像那个 beef tartar， 但它改成 Paris tartar， 因为 beef tartar 是生的，我不爱。这个可以试试看。他们说这个是要这样子，然后把它搅拌一下，然后一起吃。我以为它很大结果这都感觉像小人国的餐点。马德莲蛋糕做的好好吃外酥内软的。
然后上面是那个蟹肉沙拉，吃起来不会很腻耶，我觉得超好吃的，而且也没有那个螃蟹的腥味，很鲜甜，很好吃。现在要来吃这个，其实我这个有点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哎。他刚是说要搅拌一下吃吗 ？OK， 所以是把蛋抽破，它里面有这是什么？蜜桃吗？哦，这个是不是生鱼啊？这个是生鱼，快点来看，它这个鸡蛋就是刚刚我讲的半生熟，一戳它的蛋黄就流心流出来了，好酷哦！哦，酷。然后这里面好像还有生鱼片，那我就试一下吧。无法优雅半秒的我，好吃。它面包好酥哦，不会是那种刮你的舌头上颚的那种脆脆面包，是很酥软的面包。然后它这里面的这个调味就是沙拉，然后生鱼跟蛋，然后有点酸酸甜甜的酱汁，也不会很咸哎，很好吃。不敢相信，他们竟然点了一个面包。就一个面包，它本人，可是你知道它有多香吗？我光做这样哦，就可以闻到它面包本人奶油的香气耶，迫不及待要吃了！来，快来吃！哇，好脆哦，超脆的。然后你看它打开是这样，好香的面包哦，真的是新鲜出炉的，而且它的奶油也是那种自己家做的，你看它有多 creamy。然后接下来的这一道就是 mussels。刚刚 waiter 上来的时候还特别说这一道菜是他最爱的一道菜，他无法忘怀的美味。然后他说这个酱它非常好吃，为什么会点这个面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非常推荐，就是用这个面包来沾这个酱吃。镇店之宝一绝，来吃吧吃吧！哇，它这个酱汁好 creamy 哦！天哪，它这个酱汁真的太 creamy， 你看那个质地，超级 creamy 的。我想要沾沾看它怎么样。哦，真的好浓哦，像丝绸一般。这个就是要跟它搭配在一起，超好吃。还有一个酱汁超鲜的，这上面不知道是什么，脆脆的，不知道是什么，吃不出来。mussel 很新鲜，而且我觉得它的大小适中，因为有的 mussel 很大颗，吃起来会有点惊人，但这个大小适中，好吃，搭配那个酱汁，好吃好吃。我有点喝醉了，怎么办？他们的调酒真的好喝哎，我会想要找一次来试试看别的味道，因为还有一个味道我很想试是刮法的，它的杯子也很可爱，像游泳圈一样，而且我的脸真的很红。我最期待的意大利面上来了，你看他们的意大利面有多特别，它长得是这个样子，是这样一个一个方块的，然后里面是包着马铃薯泥。然后这道菜叫做 Pasta for Rachel， 好特别哦！而且你看它上面还有奶油哎，我来试试看吧。哇，好软哦！而且你可以来看一下它里面就是包着马铃薯泥，好绵密的马铃薯泥哦。你看它的面有多软，我要来吃吃看。好吃，我觉得你可以吃得出来，它的那个意大利面皮是今天新鲜做，然后里面的马铃薯泥有点 cheese 的味道，好吃。而且你不要看它好像很多奶油哦，其实它吃起来不会很腻耶，可能是我现在才吃第一口，等一下整份吃完可能会觉得腻吧，但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好，而且咸淡也适中，不会过咸，好吃。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就是如果你点这道菜，然后你想要再多加点奶油，他就会抱着一整桶奶油上来，然后再帮你加一坨上去。对，我觉得很好玩。哦 ，Thank you。因为他们的奶油实在太好吃，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奶油，我们就问了 waiter， 然后他就说那个奶油是来自于诺曼底的奶油，然后为什么主厨会这样子愿意这样爆出来，然后跟大家分享，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奶油是全世界最好吃，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取得的奶油，所以他很自豪的端出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真的有一点吃傻了，我也选择明天就介绍4到5样菜就够了，可是因为我们实在太难选择，想吃的太多，所以我们整整点了6道，又在大胃王挑战。好了，终于是最后一道主菜了，我们点的是牛排跟薯条，
然后我们点的是那个 Bedford， 他说这个牛排比较好吃，也是waitress喜欢的。它稍微有一点点嚼感，而且它很特别哦，它也没有问你要多生多熟，它可能有它一定的呈现的方式。我们先来吃吃看这个牛排吧。我最喜欢吃边边，而且它好像也有放他们的奶油哎，哇，好嫩！一刀下去就切开了，靠，超嫩的！哎，还好没放弃牛排，好吃哎！怎么办？我觉得牛排又比 muscle 好吃，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吃肉。牛排真的好吃，好香哦！虽然没有让你选熟度，可是这个蒸熟度是刚刚好，不会说很硬很难嚼。或像我那么怕吃生的人，我也不觉得它很生，好吃。薯条就有点一般，就是正常的薯条。OK， 刚刚 waitress 来讲，这家餐厅真的非常热门。他说我们这一张桌子30分钟之后就有别的人要来了，所以他在我们还没吃完之前就先上了这个底这的 menu。底这我是一定会点的，虽然我现在已经饱到要吐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点一个他们的招牌甜点，我们先来享受一下牛排吧。我们点了一个他们的招牌甜点，哒啦，就是他们的 June 砖块。然后它这个里面呢，吃起来会是像金沙巧克力的那个味道哦，就是会有巧克力，然后会有一些坚果，然后就是会哇，哎，它切下去的感觉真的超特别的，不能说酥脆，但是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哦。你看，它就是里面像金沙巧克力一样，然后这个甜点上来的时候还给你一球奶油，哎，太有意思了。是因为它不知道要放哪里，怕遮住它的招牌吗？我要来吃咯，它淋了一圈，感觉像是炼奶或者是淡奶油，跟炼奶没有关系。它跟金沙不一样的是，它有一点点苦味，金沙吃下去很甜，可是这吃上去最后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巧克力那种苦味，很大人的味道。在我们吃完了大概大半个之后，我发现它的这个真的很值得好好介绍哎。它里面其实有一层很薄很薄的威化饼干，然后再加上巧克力慕斯，然后跟一点点的脆坚果，所以它整个吃起来真的好吃。我跟他要了账单，然后他上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突然让我觉得有一点害怕，我有点 PTSD。只要账单看到这个，我都会觉得妈呀，这个金额是不是很可怕？揭晓的时候呢，我们总共吃了6个主菜，跟1个甜点加2杯酒，总共是265。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想象得到，有糖果上来的时候，通常那个价格都不太妙。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请大家